看了个视频，王志安、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还是趁早倒闭吧。说实话呀，我平时是不看王志安的视频的，但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太太张老师正在刷油管，我看她眉头越皱越紧，最后甚至把筷子都放下了。我赶紧问怎么了，她还说：“哎呀，听了几句被恶心坏了。”我这才拿过手机完整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我是完全理解张老师的感受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标榜自己客观、中立、公正、理性的独立新闻评论员，一个拥有将近200万订阅的油管中文大 V， 你就拿这种东西来愚弄观众吗？这期视频不是一期普通的新闻评论，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媒体手术。他手起刀落，切的是中国公益界一个非常特殊的样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但是呢，这台手术啊，你在我这个医疗行业人士的眼里边啊，我觉得就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他用了一种极其精巧的逻辑闭环，把经营困境等同于道德原罪，把高成本的医疗探索等同于低效率的贪腐温床。更可怕的是，他在这个视频结尾发出那声呐喊：“趁早倒闭吧！”这不仅仅是判一家医院的死刑，这是在试图谋杀社会企业这个在中国刚刚萌芽的珍贵物种。今天啊，我不谈情绪，不谈八卦，我花了点时间翻了翻这个嫣然医院的历年报道，查阅了纯恶劣序列治疗的国际标准，还对比了微笑列车还有嫣然的这种不同的运作模式。我要把王志安视频里边那些看似完美的逻辑链条一节一节拆开，你看完你就会发现，那些让你热血沸腾的结论下边藏着怎么样的逻辑陷阱，还有知识盲区。希望你能看到最后。我要复盘的第一刀是王志安的开篇，大家回想一下，他在前3分钟讲什么了？他没有讲医院的医疗质量，也没有讲财务报表的数据，他在讲李亚鹏欠了4000万，讲他是老赖被限高，甚至他还调侃李亚鹏结了几次婚都失败了，是个失败的中年发福男。我就特想问问王志安，你说这话之前你不自己照照镜子吗？你自己现在形象管理甚至某些方面的作为真比李亚鹏强吗？你这种人身攻击不仅低级，而且充满了一种陈腐的文革思维余毒，不讲道理先扣帽子，不谈事实先搞臭批斗对象。这在逻辑学上面就叫做警毒谬误。什么意思啊？就是两个人在辩论之前，我先指着你说，大家看啊，这个人私生活特别混乱，这人借钱不还，这人还是一胖子。潜台词是什么呢？潜台词就是这样一个烂人，他开的医院能是好东西吗？他做慈善能是为了别人吗？这一招实在是高，但也太阴毒了。他等于直接绕过大脑的理性皮层，击穿了你的情绪防线。一旦你接受了李亚鹏是个烂人这个设定，后面王志安抛出所有推测，你都会照单全收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受过现代商业文明洗礼的成年人，我们需要理清一个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有限责任还有独立法人。李亚鹏个人的债务纠纷属于自然人的民事纠纷，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是一家在民政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它的财务是独立的，它的账户也是受监管的。李亚鹏欠的钱，那是他做房地产亏的，跟医院的善款账户是物理隔离的。这就好比马斯克如果明天因为私生活离婚破产了，那特斯拉这家公司的流水线会停转吗？特斯拉造的车会瞬间变成废铁吗？王志安也是资深的媒体人了，他懂不懂这个区别啊？他应该懂吧，但他选择了混淆，因为道德审判永远比商业分析更容易获得流量，
更容易煽动仇恨。这就是他视频的第一个病灶，用私德的污点去论证公共领域的罪恶。这个在新闻伦理上叫人格刺杀。如果说他开篇的这个人格刺杀只能算是手段下作，那接下来操作就涉及到新闻真实性的底线问题了。在视频里边，王志安花了大篇幅重提旧案，他引用了2014年爆料人周小云的那个指控，说嫣然涉嫌私吞5500万善款，利益输送给李亚鹏的关联公司。他还说的言之凿凿，仿佛这就是板上钉钉的铁案了。但是朋友们，你得注意，王志安讲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突然掐断了时间线呀？他告诉了你指控，但他唯独没告诉你结局啊。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当年周小云爆料之后啊，事情闹得比现在大多了。大家得记得那个时间点，2014年，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红十字会郭文伟事件刚出来2-3年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当时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已经降到冰点了，监管部门的神经是高度紧绷的。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官方对嫣然的审查可以说是极其严肃、极其严格的。我记着当时民政部、审计署这些官方机构是直接介入，进行了长达数个月地毯式的专项审计，6家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场查账，每一笔发票都翻了个底儿朝天。如果真有问题，早就被抓典型严办了。那最终结论是什么呢？我念一遍啊，这是2014年8月12日民政部发布的官方通告。经专项审计，未发现嫣然天使基金存在违规使用善款、利益输送等问题，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儿。大家可以上网找他这个原件去啊。那王志安在2026年做节目，引用12年前的指控，却刻意隐瞒了当年的官方判决结果，这像什么呀？这就像你指着一个人大喊他是杀人犯，你拿出当年的逮捕令，拿出了当年的这个检举信，却把你口袋里那张法院盖章的无罪释放证明偷偷藏起来了。这不叫调查报道，这叫选择性失明，这叫利用信息差，欺负现在的年轻观众不知道当年的真相。当一个媒体人开始通过剪裁事实来编织结论的时候，他手里这个手术刀就已经变成凶器了。那既然王志安喜欢谈规则，那我们今天就用新闻行业的行规来给他这期视频做一次合规审查。对照国际通用的新闻伦理准则，他这期视频至少触犯了3宗罪。第一宗罪，违背了真实性核查原则。新闻最基本的底线就是核实。你对于2014年的旧案，在官方已经有明确审计定论的情况下，王志安作为资深媒体人，不仅不引用权威结论，反而直接采信当年的谣言，这在新闻操作手册里边叫传播虚假信息。你这不仅仅是失误，这是主观的恶意。第二宗罪，违背了公平性原则。这一点一会儿我后面详细讲。他把嫣然医院和微笑列车放一块对比，却故意隐瞒这两者运作模式的根本差异，这叫操纵语境。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把两个完全不可比的东西强行拉郎配，这种双标式的对比是对受众智商的侮辱，也是对公平原则的践踏。第三宗罪，违背最小伤害原则。在他视频里边，那些纯恶劣患儿变成什么了？变成冷冰冰的校费比分母。他看不到每个孩子背后的具体的痛苦，看不到家庭重建的艰难，只看到了做手术只要250美元这种去人格化的叙事，是对受助群体的2次伤害。这3条条条都是红线。王志安，你这期视频放在任何一家严肃的新闻机构肯定是不能过审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他这期视频里最核心也最具迷惑性的部分，数据的逻辑陷阱。这是王志安试图用来杀死嫣然最有力的武器——费效比。王志安讲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看啊，国际上知名的微笑列车项目，做一例纯恶劣手术成本只要250美元，折合人民币不到2000块。那你嫣然医院呢，
人均成本几万块。结论：咽燃效率极低，铺张浪费，甚至可能有猫腻。听起来太有道理了，对不对？2000块钱对几万块钱，这差距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但是啊，这恰恰就是整个视频里边最大的逻辑漏洞。这在统计学和卫生经济学上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虚假对等，俗称就是拿苹果比橘子。咱们把它这两个模式啊彻底拆开，看看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什么是微笑列车模式呢？微笑列车是一家很伟大的机构，但它的本质是资助方，它不建医院，不养医生，不买设备。它做的事儿呢，就是找到国内的公立医院，跟他们合作。如果公立医院治好了一个贫困患儿，微笑列车就会给医院发一笔钱。那这250美元是什么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这250美元在卫生经济学上叫边际补贴，它仅仅覆盖了那一台手术的耗材费，就是缝线、麻药，还有极少量的行政补贴。那真正的大头的成本去哪儿了呢？医生的薪资，做手术的主任医师、麻醉师、护士，他们的工资是谁发的？公立医院发的，或者是由医院自身的其他盈利项目来维持。那硬件设施、层流手术室、麻醉机、病房的建设费和折旧费谁出？国家财政拨款或者医院自筹。运营杂费，医院的水电暖气、安保保洁谁养？纳税人养的。大家要明白啊，中国的公立医院虽然国家有拨款，但这只是一小部分，很大比例的运营成本实际上是由医院自身通过药品啊、检查这些盈利的项目来维持的。微笑列车的所谓高效，是建立在中国庞大的公立医疗体系已经分摊了90%的隐性成本的基础上，它等于是在现成的蛋糕上加了一颗樱桃。那什么是嫣然医院的模式呢？它不是资助方，它是全资运营方。它在北京望京 CBD 建了一家实体的具备2级专科资质的医院，这意味着李亚鹏还有他的团队必须承担这家医院的全要素成本。房租成本，在北京望京这样的地段，几千平米的医疗用房，每年租金就是1000万级别的。这不是公立医院，没有国家拨款，没有国家划拨土地，每一分钱都要真金白银的交。这也是这次租金纠纷的来源。人力成本，嫣然医院能不能像公立医院那样用编制锁住医生呢？不能啊，他必须用市场化的薪资去聘请顶级的麻醉师、外科医生、儿科护士，而且得是全职养着，不管有没有病人，工资得照发呀。设备折旧，一台进口的麻醉机、监护仪，几百万扔进去了，每年的折旧费都要算在每一台手术的成本里边。为了让大家更明白呢，我打个比方啊，王志安那逻辑啊，就像说，哎，你看，我打一辆滴滴，从东三环到西二环，只要50块钱，这就是微笑列车模式啊，你只付单次的服务费。那李亚鹏呢，他非要自己买辆车，得交首付吧，得交保险费吧，得加油吧，得保养吧，得付停车费吧，平均算下来，他出门一趟成本可能要500块。最后结论就是，李亚鹏就是个傻子，他在贪污，他那车应该趁早报废。这荒谬吗？太荒谬了！因为李亚鹏买的这辆车，他建这实体医院，是因为有的地方，比如说深度疗愈、序列治疗，那个滴滴司机就是说普通的公立医院他去不了啊，或者不愿意去啊。王志安等于拿着一个仅仅覆盖耗材补贴的250美元，去对比一家实体医院的全运营成本，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嫣然医院效率低。这不仅是不专业，这就是坏，这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对公众进行的一场智商霸凌。如果说财务账算不清楚，还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那王志安对医疗价值的贬低啊，就暴露了他骨子里那种冰冷的工业党思维。在他的叙事里边，唇腭裂手术是什么呀？是流水线作业，把裂开的嘴唇拉过来缝上，线剪断，手术结束，下一个。谁缝得快，谁缝得便宜，谁就是好的慈善。
那这种思维我们太熟悉了。中国医疗体制的一大特色就是唯技术论，长期以来就是缺乏人文关怀的，讲究的就是低价走量。结果是什么？是医生累死累活，得不到尊严，是患者像流水线上的鸭子一样被赶来赶去的，也得不到应有的尊严。前几年医改的思路跟王志安现在想法简直一模一样，追求所谓的极致效率。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政府不满意，医生不满意，患者也不满意。你这一个改革做到每个人都受到伤害，每个人都不满意，这本质上就是医疗资源的投入绝对不足，还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它绝对不是靠你压缩成本就能解决的。但是嫣然医院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尝试对抗这种冷冰冰的工业化医疗，他们采用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就是全人疗愈。那作为医生呢，我得给王志安补一堂解剖课啊。唇腭裂它不是嘴唇上一道疤，它是涉及整个额面部的肌肉、骨骼、听力、发音、心理的复杂系统性缺陷。大家知道腭翻提肌吗？这块肌肉啊藏在口腔的深处，它负责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把这个软腭提起来，以此来关闭这个鼻腔通道。很多单纯追求快的手术，只是把表面那个黏膜缝上了，里边那个肌肉没复位，结果就是孩子长大了，嘴唇是闭上了，但是说话仍然是大舌头，仍然是一说话就漏气，依然发不出清晰的爸爸妈妈。还有分泌性中耳炎，很多唇腭裂的患儿啊，因为这个咽鼓管功能障碍，耳朵里边全是积液，如果不及时处理，孩子会聋的。而那种几百块钱的流水线手术当中，有多少医生有时间去关注孩子的耳朵呢？嫣然医院做的呀，就是国内罕见的真正的唇腭裂序列治疗中心。序列治疗就是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一直管到18岁成年，3个月的时候做这个唇裂的修复，9个月的时候做腭裂的修复，而且是精细的肌肉重建。3岁就得开始做语音治疗。这不是医生动刀的，这是语音师1对1的教孩子发音，至少需要几百个小时的枯燥训练。8岁的时候必须做牙槽植骨，因为孩子的那个牙床也是断的，牙齿长不出来。12岁的时候要做正畸，全程都得需要心理咨询师的介入。大家知道一个唇腭裂孩子的心理阴影多大吗？他们在学校里边被叫豁嘴，被嘲笑，被霸凌，好多孩子根本不敢笑，不敢说话。嫣然医院就有专门的心理疏导团队，有音乐疗法，有夏令营。他们不仅仅是要修复一个器官，他们是要重建一个人的尊严。这些语音师、心理咨询师、正经医师不需要发工资吗？这些长达18年的跟踪服务不需要成本吗？在你王志安的计算器里边，这些都是低效率的罪证，是浪费钱。但是在医学伦理的天平上，这就是全人疗愈，把这种对人的极致关怀粗暴的贬低为低效。王志安啊，你这一刀切断的不是成本，是医者仁心。我们再来谈谈王志安攻击的另外一个点啊，租金纠纷。是嫣然医院最近确实被房东起诉了，因为欠了租金嘛。结果王志安就抓住这一点，大肆嘲讽：你看你连房租都交不起了，还开什么医院？赶紧倒闭吧！但是这就恰恰暴露了社会企业在中国生存的真实困境。嫣然医院是一家非盈利性的医疗机构，这几个字意味着它不能像私立整形医院那样去赚取暴利，它的收费必须低廉，甚至对贫困患儿全免费。但是它的成本却是完全市场化的，房东不能因为你是做慈善的就给你免房租呀，药厂也不会因为你是救孩子的就给你打折呀。工作的医生护士也得养家糊口呀，你工资1分不能少啊。那在这种高成本低收入的剪刀差下边，嫣然医院能撑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社会的捐助，靠的是李亚鹏和他团队的死扛，靠的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出现资金链紧张，出现欠租，这是经营困境，不是道德瑕疵。这恰恰说明啊，做实体公立医院太难了。
那王志安看到一个在沙漠里艰难跋涉快要渴死的人，他的反应不是递给他一杯水，也不是帮他指路，他是站在旁边冷冷的嘲笑，你看你连水都喝不上，走路姿势还那么难看，你赶紧死这沙漠里边吧。这不仅是冷血了，这是对奋斗者的亵渎了。当然咱们话也得说回来，作为支持者，我们也不能回避嫣然医院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次租金风波固然有大环境的寒冬因素，但也暴露了嫣然在财务风控上的短板。一家成熟的社会企业不应该让自己陷入如此被动的现金流危机当中。他们是不是在这个商业模式上太过于依赖这个创始人的个人输血了？你在公益和商业的防火墙建设上面是否做到了足够清晰，以至于让李亚鹏的个人债务波及到这个医院的品牌信誉来？那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那嫣然医院这个信息披露机制是否够透明、够及时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嫣然需要反思的地方。咱们保护嫣然，不是说要把它捧上神坛，说它完美无缺，恰恰相反，咱们指出它的问题，是希望它能活得更健康、更长久。我是希望嫣然能尽快建立起更现代化的治理结构，摆脱这种对单一创始人的过度依赖，因为只有这样，这颗善心的种子才能真正长成参天大树。王志安视频最后就图穷匕见了，他就咬牙切齿喊出那7个字，还是趁早倒闭吧。听起来挺爽的哈，好像只要把这家不完美的医院关了，中国慈善的空气就瞬间净化了。但是各位朋友请你们稍微冷静一下，你们得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毁灭逻辑吗？王志安这一棒子打死的可不仅仅是一家医院，他是在谋杀社会企业这种商业形态。社会企业呢是一个混血儿，他是试图用商业的手段，比如建医院、收诊疗费，去解决社会上的痛点，比如穷人看不起病，公立医院服务不到位。这条路在中国是难于上青天的。左边是商业世界的残酷法则，高昂的房租，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如果不赚钱就会死。右边是慈善伦理的道德洁癖，你是做公益的，你怎么能收费？你怎么能亏损？你怎么能不完美？嫣然医院就像一株夹在这两个大山缝隙里面求生的小草，它活得确实狼狈，它确实有财务危机，它确实在管理上可能不够从容，甚至可能还在亏李亚鹏的钱。但是呢，他在过去这10几年里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几万例高质量的手术，他让几万个家庭重获新生。而王志安作为一个掌握着巨大话语权的媒体大 V， 他是怎么做的呢？当王志安看到这一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依然坚持开花的小草时，他不是帮他挡风，也不是给他浇水，甚至都不是客观的去修剪它上面的枯叶，指出它管理上面的漏洞。王志安是直接开着推土机过来，要把它铲平了。王志安说的就是，既然你活得这么艰难，既然你不如微笑列车那么划算，那你不如去死吧。这是一种何等傲慢的精英视角啊！这是一种何等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如果按照他这个标准，所有探索期、亏损期的社会创新项目都该死，所有不以效率最大化为唯一指标的人文医院都该倒闭，所有试图用商业力量做公益的尝试都是骗局。那中国还剩下什么？只会剩下只会逐利的冷血资本和只会站在岸上指手画脚喊着倒闭吧的看客吗？最后我就想给李亚鹏先生、给嫣然天使基金、给嫣然医院的管理者提一个建议。王志安的这期视频已经不仅仅是观点的争鸣了，他已经构成实质性的名誉侵权了。他无视2014年官方审计的结论，传播已经被辟谣的虚假信息，他用误导性的数据对比，恶意贬低医院的社会评价。他的言论很可能会直接导致医院收到的捐赠的减少，甚至影响到医院的正常授信和经营。这已经不是骂战了，这是实实在在的商业损害。所以我就建议
你们就直接拿起法律武器，正式起诉王志安，不要为了所谓的大度而沉默，不要因为害怕舆论而退缩。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嫣然的名誉，更是为了维护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底线。如果像这样的恶意构陷、随意抹黑社会企业的行为不需要付出代价，那么未来谁还敢在中国做公益？谁还敢去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社会创新？就直接告他吧，让法律做一个公正的裁决，让真相在法庭的阳光下再一次被晒得清清楚楚。最后再多说一句啊，之前王教主就评论过王志安，他只要涉及国际新闻、弱势群体、女性问题，经常会出错。我是发现他除了这几条，在医疗领域，尤其是中医方面，也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我以后会抽出时间逐个点评点评，以正视听。比如他之前做的关于安宫牛黄丸那视频，还有他10年前做的那场卖诊验孕的闹剧，那里边就充满了对医学常识的无知和偏见，这些都是值得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一下的黑历史。嫣然医院当然可以被监督，它是社会公器，它必须接受阳光的暴晒，但是请不要用警毒谬误去搞人格刺杀，也不要用截取的时间线去制造冤案，更不要用偷换概念的经济学去误导公众。最烦的就是你用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傲慢去践踏一群理想主义者在这片荒原上长达18年的艰难探索。王志安的这把媒体手术刀，这次切掉的不是病灶，如果我们不发声，他切掉的将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块良心。如果你也认同不能让好人寒心，不能让逻辑缺席，请转发这个视频。我们不能让那一声倒闭吧的呐喊成为中国社会企业的墓志铭。